人面欢。这是我大学同学李中平的一个亲身经历。他是摄影爱好者，也喜欢探险，每到节假日就会背着大包小包的摄影器材出去采风。李中平出场率真高啊！谢谢关注啊！那一次他去了北部的一个山区，那个季节正是拍蝴蝶的季节。他在山上追着蝴蝶跑了一天，收获很大。他是一个奇怪的人，不像我们没事上网打打游戏来消磨时间，他总是会沉浸在自己的世界，我也不能理解他的世界。那天他上山拍到了很多不寻常的蝴蝶品种，为了能拍到更多更好的照片，他决定在山上过夜，第二天接着拍。这种露宿野外的事他常做，而且山上也没有什么大型的野兽，不会有什么危险。李中平搭好了帐篷，生了堆火，又吃了些东西，就开始捧着相机看他白天拍到的照片。他正看得入神，隐约听到身后的灌木丛中传来一阵沙沙的声音。那声音虽然细微，可在宁静的丛林中显得格外刺耳。李中平搭好了帐篷。李中平虽然知道这山里没有大型野兽出没，可那灌木丛里的沙沙声很明显是有什么活物在接近自己。他紧张地抓起了地上的一块石头防身。李中平屏气凝神地盯着灌木丛，不多时，那灌木丛中竟然探出来一张像人的脸。啊，你是谁啊？这突然出现的一张人脸吓得李中平一大跳，他举起了手里的石头，大声地问对方是谁。可是那张人脸隐藏在树叶之中，对李中平的质问并没有做出回应，只是直勾勾地看着李中平。李中平和他对视了一眼，那人脸对着李中平咧开嘴，露出尖尖的獠牙，邪魅地笑了起来。李中平和那人脸对视后，只觉得头脑一阵阵的眩晕，紧接着身体向后倒了下去。在失去意识之前，他看到了那张人脸从灌木丛里爬了出来。那是一种不知名的动物，正虎视眈眈地向李中平一步步地逼近。李中平想挣扎着爬起来，可头脑根本不受控制，视线也变得模糊了。等李中平恢复了意识，醒转过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小木屋里，眼前坐着一位老人，正在抽着烟袋。哟，你可醒了。那老人看他醒转过来，松了一口气，上前和他攀谈了起来。哎，别起来，你还没好呢。我这是在哪儿啊？李中平强撑着想要坐起来，被那位老人给制止了，说他还没痊愈，不能下地。李中平完全不记得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老人的家里。看样子你是都不记得了。老人也看出了李中平的疑惑，
让他躺下好好的休息。你让欢子给迷了。让欢子迷了？然后抽了一口烟，跟李中平说他是让欢子给迷了。老人扶着李中平坐了起来，自己也搬了个凳子坐在一边，下了几口烟，讲起了他是怎么救起李中平的。老人姓杨，以前是个猎户，后来全国禁猎了，他舍不得下山，就留在山上做起了守山人。工作就是每天在山上看看有没有人破坏树木、植被、盗猎、带火种进山的等等。事发那天晚上，杨老头和平常一样，吃过了晚饭，带着猎枪开始巡山。当他转到一片山洼地的时候，远远地看见一片树丛后头有隐隐的火光。这可把杨老头吓坏了，心说什么人这么大胆，夜里在山上点火呀？这要是引起了山火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杨老头一路小跑来到了传出火光的地方，到了一看，地上用石头围着一小堆篝火，旁边还支着一个帐篷，应该是有人在这露营。可杨老头四周看了一圈，并没有看到什么人，就用石块把火给灭了。压灭了火，杨老头开始找寻露营的人，一个是要教育他一下，山上是不能起明火的，另一个是这人不在帐篷里，怕他出了意外。杨老头打着手电，开始在帐篷周围搜索。没用多大功夫，就在灌木丛后头找到了李中平。杨老头说他看到李中平时，李中平正趴在一个臭水坑里喝脏水呢。那水坑是死水，都臭了，李中平全然不顾，趴在水坑里大口大口咕嘟嘟的喝。喝完之后又起身到旁边把水呕吐了出来。吐过之后又再回到臭水坑继续喝水，如此反复的一次又一次。刚开始还吐出一些吃过的食物，可到了后来吐出的只有水，还夹带着血丝。杨老头一生和山林打交道，山林中的各种怪事也没少遇到。他看到李中平那个样子，已经不是常人的行为了，也没敢贸然上前制止他，先躲在树后观察。杨老头看着李中平的样子，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。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，他开始快速地在李中平周围的林子里寻找。果然和想的一样，在李中平不远处的灌木丛里躲着一只两眼放光的野兽。杨老头一眼就认了出来，那是一只人面獾，正用一对阴森森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李中平，仿佛那是一块肥美的肉，让他垂涎欲滴。那人面獾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李中平身上，并没有察觉杨老头靠近。杨老头知道这人面獾正在迷惑李中平，杨老头举起枪对着人面獾就是一枪。这一枪并没有瞄在人面獾的身上，而是打在了他的身前不远的地方。那人面獾正聚精会神地迷惑李中平，被突如其来的一声枪响吓得毛都炸起来了，也顾不得到了嘴边的猎物了，嗖的一声逃进了灌木丛里，不见了踪影。杨老头赶忙跑过去查看李中平的情况。随着人面獾的逃离，李中平也瘫软在了地上，
失去了知觉，口鼻之中还在往外淌着血水。杨老头赶忙把他弄回了看山的木屋里救治。如果你没出现，那人面欢会把我怎么样？你真的想知道吗？听了杨老头救自己的过程，李中平听的是冷汗直冒，忍不住问杨老头，如果不是杨老头及时救了他，会怎么样？杨老头说，有一种人面欢可以迷惑别的动物，受他控制，一般都会操控被迷惑的动物，自己喝水然后再吐出来，如此反复地把肠子里的东西都吐干净了，他才会慢慢地把那动物开膛破肚吃掉肠子。欢迷惑人，他也是头一次见。如果不是我及时赶到，你这会儿怕是让那欢子开膛破肚了。杨老头把人面欢迷惑了动物细肠供他享用的事说完，李中平的脸都吓绿了。这要不是杨老头及时赶到了救了自己，这会儿已经让欢子吞下肚了。行了，你早点休息吧，明天我送你下山。杨老头把发生的事儿跟李中平讲完，又为他在林子里点火的事儿教训了他几句，然后让李中平好好的休息，养好了身体，好赶紧下山。李中平在看山人杨老头那儿住了一晚，第二天被杨老头护送着下了山。而这段离奇的遭遇，他也是逢人便讲，就像多么光荣似的。本话结束。